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戴尔风机的内部原件。这个是它的电机，是用户拆开的。很显然它是一个2级的3相电机，无刷的。这6根线有3根是头，3根是尾，接完了以后就是3根线出来以后，我们这个位置有6个摩丝管，然后这是3根象线接到电机上就可以了。 MCU 通过驱动控制它的频率和电压值，就控制了它的速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。这根引线和这根引线，这个引线里边有个开关，这个开关里应该是有一个二极管，就是调一个高档一个低档。然后速度和温度呢，温度是靠我们这个可控规来控制的，速度当然是靠这个6个摩丝管，然后靠 MCU 输出的6路信号来控制了。220伏通过这2根线，通过保险，通过电感，通过这边2个二极管，然后板的这边我们打开吧，这个用户已经把它焊坏了都这边有2个二极管组成了整流桥。然后滤波呢是通过这3个大电容，还有这个400伏 4.7 微法的电容是高低频来滤波。那么这个滤波得到的310伏左右的电压，当然有了二极管电压会下降。那么310伏的电压呢，一路是供给低压电源的，这是一个电感，然后这边是一个低压电源的小芯片，然后输出一个15伏，然后还有呢经7805降压以后输出一个5伏，这个5伏呢是供我们这个 MCU， 15伏呢是供这3个驱动芯片。这3个驱动芯片的型号呢是 SML2106， 它只是有一个高低输入，一个高低输出，然后是供电和自举升压、自举升压电容等。我们看它有3个驱动芯片，那么我们这边输入的是6路信号，所以说呢有一个高一个低，然后呢输出也是一个高一个低。我们看这边有3个针脚，那么这3个针脚呢与我们这6个摩丝管的这3个针脚是相连的，所以说摩丝管的上管原极和山极用2个阴角，下管的山极用1个阴角，下管的原极是接地的，上管的漏极呢是接我们这个300伏的，也就是这个电容滤波以后的。那么这个电路我们看就非常的简单了， MCU 输出6路信号来驱动这3个芯片，然后驱动我们这6个长管。另外呢，我们看这个板，这下边有3个电阻，分别是接3个下管的原极，然后在这上面取得电流的取样电压，然后反馈到 MCU 来检测这3项的电流是否平衡，并且板的这边有2个按键控制我们风机的风速以及高中低温，这有3个指示灯来指示它的状态，这边还有3个指示灯，一共是6个指示灯来指示它的状态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调速，我们刚才说了是靠 MCU 输出的电压和频率，靠这6个输出管来驱动这个电机的。那么它的热度呢，一个是靠这个开关，也就是它的温度。我们知道风机呢都是有高中低温输出的，那么是加在我们这个发热丝上的。那么一个是靠我们这个开关，内部有一个二极管来控制它的供电。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可控规，可控规呢是通过我们这边有光偶，这个光偶呢是通过我们这边的 MCU 来控制它的导通量，来控制可控规的触发角，从而控制温度。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光偶，也是受 MCU 控制的，然后控制这个位置有个3极管，相信是控制相应的电路的。好，这2个板呢介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刚才我们这个电机也粗略的介绍了。那么我们看看它这个发热丝，
这个发热丝呢，就是一组发热丝，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温控开关。当温度高的时候，内部的双金属片就弹起来，然后使这个开关触点断开。当温度低的时候，它又闭合了。基本构造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上千元的风机内部构造也并不是特别复杂。如果有原件是完全可以修的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风机到底是哪儿坏了呢？首先我们在输入端给它供一个低压电，这样是不电人的，所以我们就放心的量吧。我们看它的供电输入是42伏，这两个引脚是输出滤波电容的引脚。那么我们测量一下 15.2 伏，非常标准。那么我们再测量一下7805的输出4.9 伏，非常的正常。那么很显然，整流输出的300伏没有问题，低压电源也没有问题。那么至于这几个管坏没坏，我们先不看。那么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MCU 的输入端，也就是电源输入端，因为我们知道它是5伏供电的。这个滤波电容就是它的供电输入端。那么我们测量一下，用2级管档。哇，已经击穿了。那么很显然是这个 MCU 坏了。把这个滤波电容焊下来，只测量这两个引脚，同样是短路的。那么说明这个 MCU 坏了。MCU 除了要找同型号的之外，还要找相关程序。那么如果没有程序，那么很显然这个机器就已经不能修了。所以我们的用户把电机都拆成这样了。也可能是生气的原因，把它破坏成这样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